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真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把目光放到無垠的宇宙，深入探討人類成為跨行星物種這個宏大的夢想。在無數的科幻電影裡面，登陸火星似乎已經近在咫尺，仿佛只要買張機票就能輕鬆抵達，對吧？但是今天我們不談虛幻的科幻情節，我們要來硬核拆解前往火星的殘酷現實。我們將會打破那些被好萊塢電影過度美化的太空求生神話，並且深度揭露當今頂尖的航太工程師們究竟是如何透過不可思議的工程奇蹟，一步一步將人類的極限推向火星。這絕對是一場關於極限生存與頂尖科技的真實較量。準備好你的好奇心，我們直接開始。在我們正式啟程之前，先向各位梳理一下今天的5大重點。第一，我們會先了解殘酷的宇宙尺度。第二，打破火星的生存迷思。第三，回顧火星探測車的演化史。第四，解析終極的採樣返回任務。最後第5點，也是改變遊戲規則的關鍵，火箭回收革命。重點來了，第一部分，殘酷的宇宙尺度。在征服火星之前，我們得先搞清楚人類在宇宙中究竟有多微小。在我們野心勃勃地想要征服宇宙之前，我們必須先謙卑地認清一個殘酷的事實：建立正確的空間尺度認知，是我們探討任何太空議題的絕對基礎。地球的直徑大約是12800公里，但是人類真正能夠自然生存的宜居帶厚度，其實只有區區的4公里。也就是說，當海拔超過4000公尺，一般人就會面臨嚴重的高山症。把4公里除以12800公里，你會得出一個大約1/4000的微小比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把一顆籃球丟進游泳池裡，然後把它撈起來，籃球表面會附着一層極其微薄的水膜。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空間，就如同那層薄薄的水膜一樣脆弱。我們所有的歷史與科技進步，全都發生在這萬分之幾的極度微小薄層之中。如果連突破這4公里的薄膜都如此困難，跨越星際的難度真的是難以想象。建立完對地球的認知後，我們把它放到太陽系裡來比較一下。我們以太陽系最大的行星，也就是木星，來當作對照。木星的直徑是地球的11.2倍。根據物理學的立方定律，這意味着木星的體積是地球的1400倍。換句話說，你可以把1400個地球塞進一顆木星裡面。這個數字本身就已經非常震撼，它完美地展示了氣體巨行星與我們這顆岩石行星在量體上的巨大鴻溝。但是如果我們把太陽系的絕對霸主，也就是我們的太陽加進來對比，木星的巨大瞬間就黯然失色了。太陽的直徑是木星的10倍，體積則是木星的1000倍。剛剛提過，一個木星可以裝下1400個地球，這就代表着太陽的巨大體積足以容納大約140萬個地球。當你理解了140萬這個倍數，你就會明白，在太陽系的總質量中，太陽單獨佔據了 99.8% 以上。包含地球在內的所有行星，不過是太陽形成之後剩下的一點點邊角料而已。不過，宇宙的震撼教育還沒結束哦。如果你覺得太陽已經大到無法想象，那我們必須來聊聊目前人類觀測到的紅超巨星，是蒂溫森2-18。這顆恆星的直徑是我們太陽的2158倍。把這個數字轉換成體積，結論真的會帶來毀滅性的震撼。史蒂溫森2-18的體積是我們太陽的100億倍，整整100億個太陽才能填滿這顆恆星。透過這幾個數字的連續推演，其實就是希望大家在討論跨行星物種的宏大願景時，能保持一份對宇宙的絕對敬畏。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第2部分，打破火星生存迷思，那些科幻電影到底隱瞞了哪些致命的真相？
我們把視角拉回到人類目前最有可能抵達的目標——火星。流行文化總是喜歡把太空探索浪漫化，我們經常在電影裡看到主角在火星上自給自足，仿佛那只是一場稍微艱難一點的露營，對吧？作為實踐派的分析，我們必須用嚴謹的邏輯來戳破這一些極度缺乏科學根據的神話。我們拿經典太空電影《絕地救援》來做案例分析。這部電影犯了一個極度致命的邏輯錯誤。劇情設定，太空人們為了在火星上慶祝感恩節，特地帶了新鮮的馬鈴薯，後來成為主角生存的關鍵。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推算原著的任務時間軸，主角團隊是在11月8日降落火星，實際上他們只待了短短20天，就因為遭遇超級沙塵暴而緊急撤離。這代表撤離的時間點大約是11月28日，那一年的感恩節根本還沒到。既然感恩節還沒到，任務就失敗撤退了，主角怎麼可能還留着新鮮馬鈴薯來種植呢？在真實的太空任務中，物資管理是精確到攻克的，絕不容許這種不合理的浪費。就算我們退一萬步，假設主角真的擁有無限的馬鈴薯，在火星上種田依然是一件極端不切實際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火星的土壤跟地球完全是兩回事。在地球上，隨便1立方公分的泥土裡面都含有超過1兆個微生物，這些是幫助植物生長不可缺陷的系統。但是火星的土壤是完全死寂的，沒有任何微生物。更致命的是，火星土壤中富含高濃度的過氯酸鹽。這種化學物質在地球上通常被當作工業溶血劑或是火箭燃料的強效氧化劑，對人體有着高度毒性。想光靠人類排泄物在充滿毒性且毫無生命跡象的火星土壤裡種出食物，在食物上根本是難如登天的挑戰。我們繼續聊下去。第3部分，火星探測車演化史。看看人類是如何把探索機器從小微波爐一路升級到重型休旅車。既然載人登陸火星有這麼多無法輕易克服的障礙，那人類是如何一點一滴揭開火星面紗的呢？答案就是利用機器人。我們來回顧一下這段壯闊的硬體演化史。1997年，人類第1台火星探測車旅居9號成功登陸，它只有11公斤重，大小就跟一台微波爐差不多。到了2004年，精神號與契慧號登陸，重量提升到了大約180公斤。而到了2012年與2020年，好奇號與毅力號接連登場，這已經是重達900公斤、體積宛如一樣大型休旅車的超級巨獸。從11公斤到900公斤，這意味着工程師們必須開發出無比複雜的降落系統，才能把這麼巨大的精密儀器安全地放置在火星表面上。在這些重型探測車中，2020年的毅力號還帶來了一個顛覆性的創新，那就是機智號火星直升機。大家試想一下，火星的大氣密度只有地球的1%，傳統的直升機理論幾乎完全失效。工程師們為了讓它飛起來，賦予它更長的葉片，以及每分鐘2400轉以上的驚人旋轉速度。原本太空總署只期望它能進行5次簡單的起降測試，結果它的表現異常優異，總共完成了高達72次成功的飛行。機智號實質扮演了空中的斥候，提前掃描並偵察危險地形，大幅提升了整個任務的推進效率。第4部分，終極採樣返回任務，這也是目前火星探索的終極聖杯。我們要如何把火星的泥土真實帶回地球？只要沒有達成將樣本帶回地球這個任務，我們對火星生命痕跡的探究就永遠只能停留在遠端數據的推測階段。要完成這個任務，流程複雜到簡直是一場工程師的噩夢。首先，毅力號必須精準鑽取岩芯，封裝在鈦金屬試管中，留在地表。接着，未來的任務必須發射無人機去把這些試管建回來，然後利用一枚小型的火星上升火箭，將樣本發射進入火星軌道。這還沒完哦，在火星軌道上，容器必須與另一艘太空船進行極高難度的自動化對接。完成轉移後，經歷長達8個月的漫長星際航行，最後將樣本艙投射回地球大氣層。這5個步驟，任何一個環節出錯，整個耗費10幾年的任務就會徹底宣告失敗。
正因為系統複雜度極高，這個計劃的經濟成本正在嚴重失控。原本初期預算估計是60億美元，但目前官方預估成本已經暴增到了110億美元。在這種驚人的資金壓力下，美國政府近期大幅度刪減了25%的相關預算。這不僅讓任務面臨中斷危機，更讓宣示在2030年前後要完成載人登月的中國有了彎道超車的機會。由國家主導的傳統太空探索，往往會因為政治角力與預算限制而導致計劃延宕，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資源分配問題。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去火星真的是又貴又難，這就引出了我們的第5部分，火箭回收革命。這是真正能改變星際規則的商業力量。如果人類每次去太空都這麼昂貴又沒有效率，跨行星物種的夢想就永遠只是一張空頭支票。解決這個困境的鑰匙，現在已經掌握在商業太空公司的手裡。在過去，所有的火箭都是拋棄式的。以第一節推進器來說，造價高達2000萬美元，然而裡面裝滿的燃料大約只價值幾十萬美元。傳統的做法是為了燒掉這幾十萬美元的燃料，就把造價2000萬美元的推進器在使用短短幾分鐘後直接扔進大洋裡銷毀。這在任何現代商業邏輯裡都是一種完全不合理的極度浪費。為了讓大家更好理解，這就像是你每天買一輛全新的千萬頂級賓士車開去上班，然後一到公司就把這輛車直接報廢，第二天再買一輛新的。這就是過去60年來航太產業的日常，但是 SpaceX 的獵鷹9號火箭徹底粉碎了這個舊模式。他們透過極度精密的技術，成功讓推進器在發射後垂直降落回收。一枚獵鷹9號的推進器目前甚至可以重複飛行高達15次以上。這種重複使用的技術將進入太空的成本呈現斷崖式的降低。這絕對是航太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商業邏輯革新。獵鷹9號的空前成功，其實只不過是這場航太革命的前奏而已。真正駭人聽聞的工程奇蹟，是目前正在頻繁測試中的星艦巨型火箭。這是一個高達121公尺，比紐約自由女神像還要巨大，空重高達275噸的超級巨獸。最驚人的是它的回收方式，星艦的推進器在返回地球時，會在發射塔旁被一雙巨大的機械手臂，也就是工程師俗稱的筷子，直接在半空中硬生生夾住回收。只要重新加注燃料，理論上幾個小時後就能再次發射。這完全改變了太空任務的迭代速度與運輸成本。另外補充一個實務應用觀點的延伸，這項火箭回收革命也將對地球本身的全球交通運輸帶來降維打擊。既然星艦可以如此廉價、快速地發射並降落，我們就能利用次軌道飛行來進行地球上的急速運輸。根據商業測算，原本從新加坡搭飛機到紐約需要17個小時，但如果改搭次軌道客運火箭，整個過程將縮短到僅僅1個小時以內。這項技術的成熟將徹底顛覆未來的全球物流與商務旅行模式。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第一，宇宙尺度巨大，火星環境極度惡劣，生存挑戰遠超科幻電影的浪漫想象。第二，儘管無人探測技術取得了非凡成就，但極高的任務成本依然是傳統太空計劃的致命軟肋。第三，商業公司推動的火箭回收技術與超大型可重複使用火箭，成功將太空運輸的成本大幅壓縮。這項經濟效益極高的技術，就是真正能夠改變遊戲規則，讓人類邁向廣闊宇宙的終極武器。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從殘酷的宇宙尺度與真實的火星毒性土壤出發，破除好萊塢生存神話。接着分析探測車演化與耗資百億的採樣返回困境，證明傳統太空任務的極限。最後，商業航太的火箭回收技術以重複使用的商業邏輯粉碎高昂成本，成為人類真正邁向多行星物種的唯一解方。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
拜拜。